在现代文明席卷世界的今天，地球上仍散落着一些坚守古老习俗的部落，其中不乏一些部落的传统甚至突破常规认知，还带着令人震撼且不解的极端色彩。本期我们就为大家带来10个世界上最奇葩的部落。一说到长寿，很多人会想到日本，连续多年位于人均寿命排行榜的第1位，人均寿命84.2岁。曾经在我国的边境地区有一个更为长寿的民族，人均寿命已经超过了100岁，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这个民族就是红扎族。红扎族被称为不生病的民族，有6万多人，长期居住在喜马拉雅山深处，与外界几乎来往。直到目前为止，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真正居住的位置。红扎族人所居住的地方可以说是真正的桃花源，环境优美，就连水都没有被污染过。如果说他们有啥长寿秘诀，环境可能是第1位的。大山深处的环境是优雅的，空气是清新的，远离了雾霾、尘埃，甚至没有燃烧的秸秆，使得他们基本不会吸入有害物质，而是能够在气体交互的过程让身体吸收到充足的氧气，以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他们喝的水是纯天然的冰雪融化后的水，没有经过特殊的处理，不会存在氯元素，也不夹杂着任何重金属成分，反而是会含有大量的矿物质，使得他们能够通过饮用水补充身体的营养所需。这也让久居城市之中，对水污染心存忧虑的人充满了羡慕。红扎族的饮食也有着自己的特色，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素食者，生活中基本以水果和蔬菜为食。有专家曾经对长期吃素产生过质疑，认为这样会使得身体缺乏蛋白质，使得营养不均，也让很多人对吃素产生过怀疑。素食的营养并非是不全面的，有些食材中同样也含有蛋白质以及脂肪等物质，比如油菜等。只要吃得绿色健康，并不会给身体带来危害。红扎族人吃的蔬菜水果基本是自己种出来的，完全属于纯天然的食物，不存在农药污染的问题。他们的主食则是以杏仁以及羊奶为主，杏仁的热量是比较丰富的，羊奶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恰好能弥补水果、蔬菜中缺乏的养分。还有一个更为值得学习的地方，在于他们的作息习惯。由于长期和外界缺乏交流，电子产品等现代化的科技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影响，依然是沿袭着古老的传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在人一直讲究运动，认为运动是保持健康长寿的唯一方法。红扎族人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劳作上面，正是在践行着运动养生的法则。运动后的劳累也让他们的睡眠质量变得很好，每天基本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曾经我们也看过不少关于长寿老人的报道，他们存在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早睡早起。一个民族6万多人都遵循着这样的作息习惯，想要不长寿也是困难的。如今红扎族人正在逐渐和外界接轨，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也许只有他们才会明白。就我们而言，想要让自己活得更有质量，更加健康长寿，还是应该多学学红扎族人的饮食和作息习惯。一些看起来简单的习惯，往往做起来会变得十分困难。不管是规律的睡眠、劳作还是饮食，都需要长期的坚持，才能最终收获到效果。在广袤的土地上，每个民族都有着独特的风俗和生活习惯，而就在这其中隐藏着一个异常特殊的部落，那就是那个神秘的哑巴民族克曼加人。这个分布在南美洲玻利维亚的民族属于印第安族分支，人口4万多人。克曼加人没有一个人会说话，故也被大家称为不会说话的哑巴民族。因为他们不能发声，只好用手势交谈。科学家对他们的舌头和口腔研究后发现，该族人的喉咙长得和常人不一样，声带的自然压缩部分不能发声讲话，致使他们只能用手势交谈。克曼加人生活在神秘的原始森林，外界很少能接近他们。他们有个神奇的地方，就是全部成员不会说话，至今人们也没弄懂为何会这样。
克曼加人的生活习性很独特，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他们以吃青蛙、蜘蛛、蛇、乌龟、蚊子、鸟等小动物为生。在玻利维亚的热带雨林，不足巴掌大的小动物特别多，有的还有剧毒。克曼加人不怕，他们捕捉毒虫的本领堪称一流，几乎从不失手。毒蛇虽然有毒，但克曼加人特喜欢吃蛇的毒腺，可以生着吃，也可以烤熟吃。所有人几乎一辈子不吭一声。也许你会认为这样不方便，实际上他们过得很好。正如大自然中的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一样，克曼加人通过其他方式弥补了自身的缺陷。他们在与大自然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默契交流方式。他们用眼神、手势、肢体语言和各种声音来传递思想和情感，创造出一种丰富多彩的沟通系统。这种与众不同的交流方式让他们在森林中生活得相对顺利，也让他们的文化和传统得以传承。尽管他们不能像其他民族那样用口头语言记录历史和传承知识，但科尔曼加人借助口耳相传的方式，世代相传自己的智慧和文化，将这些宝贵的财富传承给后代。他们生活的地区没有羚羊、野猪这样的动物，所以只能吃些小动物。曾经有人说克曼加人是食人族，后来被证实纯属误会。全世界现在有约40万克曼加人，在18世纪时，他们的总数一度超过100万。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克曼加人的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最少时只有约25万。他们是全世界最濒危的部落民族之一。而在菲律宾也有着这样一个濒危的部落民族。狗面族位于菲律宾的吕宋岛和马来半岛，与很多独特民族相同，这里的人们对性别并没有很高的区别意识，男女都几乎裸身相见。当然这样的风俗值得尊重，但也为他们融入现代生活带来一定障碍。不仅长得像狗，狗面族的成员们日常生活习惯也与狩猎息息相关，这正是犬类最早被人类驯化时尤为擅长的工作。对付野兽，狗面族会制作力道极大的弓箭，这样便可以不费什么力气就得到猎物。当然，集体狩猎行为也时常发生，男性此时会冲在前头，看过去十分骁勇。狗面族人日常靠肉类补充能量，但日常人类对维生素的需求却无法单纯靠此得到满足，所以他们也会驱逐蜜蜂，采集蜂蜜供自己食用。一旦发生需要消炎杀菌的情况，蜂蜜同样可以派上大用场。除了长相及行为习惯十分特殊，狗面族还有一个特色吸引着大量关注的目光，那就是身高。纵观整个狗面族，即便青壮年也没有人超过 1.5 米，是不折不扣的矮人国。或许有人会说 1.5 米其实没有很矮，反而比较娇小可人，诚然如此，但一个地区所有人都不超过 1.5 米的话，确实也是很稀奇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据专家分析，一来是由于遗传因素，该地区的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更好的狩猎及躲避攻击，因此身高便反而进化得越来越矮。另一方面就是营养因素，单一的食物种类令狗面族成员无法达到正常人的身高。不过正所谓适者生存，既然环境和历史造就了这样的狗面族，那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最为契合的，倒也无需旁人担心。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天，狗面族的人们离开栖息地，生活在周边的乡村或城市里，无论有或没有，只希望他们都能保有幸福和快乐。这种单纯无关金钱财富，正是当代社会中最为匮乏的精神能量。全世界的人根据肤色、发色、毛发形态、面部特征和语言的不同而被划分为不同人种，但是不管什么人种，总还是具备大致相同的基本外貌特征，如五官、四肢、肢体末端都有5个手指或脚趾。像津巴布韦境内只长2个脚趾的奇特民族，在世上实属罕见。龙虾民族也被叫做是鸵鸟人民族，这并不是因为当地盛产龙虾和鸵鸟，只是因为当地民族的人天生脚趾头就很不正常，也很特别。正常来说，我们每个人的每只脚的脚趾头个数都是有5个的，但是龙虾民族的人他们的脚趾头却是天生就只有2个。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让他们的脚一直呈现出2个大脚趾的样子呢？这种变异现象首先是由迁徙和通婚造成的。若干年前，一位有2脚趾血统的年轻妇女从其他地方来到了西南津巴布韦。当她与当地的土著结婚之后，她的2脚趾基因就开始起作用，让她的部分后代成为2脚趾人。如果在正常的风俗下，津巴布韦土著趾和其他部落的人通婚，这样就会使生成2脚趾人的概率减少。可是由于该地区稀疏的人口，2脚趾人不得不和同部落的人结合，这就使2脚趾基因继续繁衍下去。但是当地人并不认为这种情况是一种遗传病，反而认为是他们的民族特色，因为只有他们民族有，别人是没有的。但是这一症状也导致了这个民族的人生活习性和正常人很不一样，别说正常的跑步了，就连走路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因为没有合适的鞋子可以穿，所以他们都是光脚走路的，所以也导致他们的脚皮肤并不好。如果在正常的风俗下，津巴布韦土著趾和其他部落的人通婚，这样就会使生成2脚趾人的概率减少。可是由于该地区稀疏的人口，2脚趾人不得不和同部落的人结合，这就使2脚趾基因继续繁衍下去。而在非洲的几内亚的一片沙漠地带，生活着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就是雷迪塞塞族。光听名字你肯定会觉得好笑，但在他们的语言里，雷迪塞塞是小蚂蚁的意思。他们至今的生活都非常原始，因为长时间生活在沙漠当中，植被非常稀少，根本就没有什么食物，所以他们就是以畜牧业为主。在沙漠当中本来就植物非常少，就算是发展畜牧业也肯定没有大规模，也因为生存的需要，所以他们都是以养骆驼为主。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他们养骆驼也吃骆驼。不过最为奇特的是，他们却从来不吃骆驼的肉，因为想要吃骆驼肉的话，那么这种牲畜就会死，会对他们造成损失。每次他们使用骆驼的时候，都是把骆驼的静脉割破，然后抽出里面的血直接食用，等到骆驼的伤口好了以后再继续取血，这样骆驼既能够及时造出血来供他们食用，同时也不会对骆驼造成致命的伤害。对他们这种十分节俭的生活方式，连骆驼都舍不得伤害，只能够采取这样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只是骆驼毕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动物，它的血会干净吗？如果长期饮用，会不会有留下一定的后遗症呢？那就不得而知了。总的来说，这个生活在沙漠上的雷迪塞塞族生活十分艰辛。在巴西的亚马逊河中游地区有一个原始部落，部落里流传着堪称全世界最残忍的成人礼。年轻的男孩如果想要得到部落的酋长和其他人的认可，就要经历一段非常痛苦的过程，那就是被上百支子弹衣遮手，每次需要忍受5至1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仪式当天，成年男性长者会带领男孩深入森林，捕获数百只子弹蚁。随后，部落药师会以植物汁液暂时麻醉这些蚂蚁，将它们尾部朝内置入由棕榈叶编织的手套中，每只手套容纳超过80只子弹蚁，外层再套上更大的保护手套。待子弹蚁逐渐苏醒，族人以烟熏使其焦虑并更具攻击性。男孩们手上涂抹黑色木炭作为微弱防护，随后戴上那双蚁刺手套。在族人的引导与鼓舞中，他们围成圈起舞，必须忍受至少5到10分钟持续不断的折刺，痛苦并不会随着手套取下而结束。子弹蚁的毒液含有强效神经毒素，会导致肌肉抽搐、灼烧感及全身剧痛，持续数小时甚至一整天，有时还伴随淋巴结肿大或水肿。对毒液过敏者甚至可能面临休克风险。想象一下，仅被一只子弹蚁叮咬，就足以让人浑身发抖、冷汗直冒，甚至昏厥。而在萨特雷马为人的成人礼中，少年的双手必须在布满数百只子弹蚁的手套里静静承受漫长几分钟。这不仅是疼痛的考验，更是勇气与身份的锻造。正因如此，这个仪式被称为全球最极端的成人礼，也成为萨特雷马为人文化中一道深刻而震撼的生命印记。在埃塞俄比亚，
有一个名为伯迪的古老部落，与许多崇尚苗条身材的文化不同，这里的男性以丰满健壮为美，拥有圆润饱满的腹部，不仅被视为家族的荣耀，也是吸引女性关注的重要特质。每年，部落会举行一次隆重的选胖仪式，参赛者均为未婚男性，他们会在比赛前进行集中增重，期间不出房门，并严格遵守禁欲的规定。部落女性每日为他们送去牛奶和牛血混合的食物，以帮助积累脂肪。仪式当天，参赛者用粘土和灰涂抹全身，然后走出屋外。由于体重增加明显，有些人甚至行动困难，他们需要围绕一棵被视为神圣的树木行走数小时，以此向众人展示自己的身体。最终，最胖者将被选为胜者，虽无物质奖励，但他会赢得广泛的尊敬与女性的青睐。在伯迪部落的观念中，丰满的体型不仅富有魅力，也常被视为财富的象征，因为牛是珍贵的资源，能为增重提供饮食支持，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实力的体现。不过，胜利并非总属于最富有的人，许多时候，获胜者是那些意志最为坚定的人，他们能够严格遵守仪式前的各项规定，并忍受大量饮用特殊混合食物的不适。也正是这种顽强的精神，才能吸引更多女性青睐。仪式以宰牛作为结尾，长老通过观察牛的胃部与血液来占卜未来的吉凶。此后，生活回归日常，多数参赛者的身材也会在几周内逐渐恢复平常。对伯迪部落而言，这场仪式不仅是对丰腴体型的颂扬，更是对毅力、自制力与部落价值观的一次庄严展示。穆尔西部落是世界上最原始的部落之一，约有5000多人，居住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奥莫河流域。穆尔西女人的嘴里能放下直径10几厘米大的盘子，把嘴撑得大大的。据说当初为了避免殖民者将他们当作奴隶抓去，他们开始自残，用各种方式使自己显得没有价值。即使奴隶贩子停止了袭击，这种装饰仍然存在。在这里，女人的美丽是由插入的碟子的大小来估计的。拥有纯盘的新娘，比没有纯盘的新娘要贵上好几倍。穆尔西人是战士，从很小的时候起，男孩们就为不断的危险和战争做好了准备，这在这个部落中很常见。如果一个男人没有手枪、机关枪等武器，他们会以各种方式从邻近的交战国家获得，所以他们手头总是有不少枪械。他们知道如何操作这些枪械，并经常在实战中使用它们。杀死另一个部落的人是一项真正的壮举和荣誉，这些战绩会以纹身的形式刻画在战士的手上。当手臂没有足够的空间时，纹身会转移到腿上。除了纹身，穆尔西的身上布满了接种疫苗留下的伤疤。他们没有被殖民者摧毁的原因之一是生活在那些地方的苍蝇传染并害死了那些去征服穆尔西的人。穆尔西人自己学会了给自己接种疫苗，苍蝇幼虫被植入皮下，使得身体产生免疫力。当然，这也导致他们身体上布满了恐怖的痕迹。同类相识也可以添加到这个种族的文化中。基于萨满教义和对战神的崇拜，他们会选择吃掉死去的敌人。这种行为显然现代人绝对无法接受，但在穆尔西部落，这种事却正在发生。在非洲南部地区的还生活着一群被称为矮人的人种——布须曼人，这也是一个靠原始狩猎生活的民族。布须曼人最高的女人只有 1.38 米左右，而男人最高也不超过 1.60 米。尽管布须曼人身材矮小，却能用自己制作弓箭，涂上森林中的一种毒箭树的毒汁，用来捕获大象。他们过着游猎的生活，但也常被捕捉，然后送到别的种族中作为奴隶，或成为供人开玩笑的小丑。他们也有着自己的传统语言，就要生活在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安哥拉沙漠中的干旱地区，文化程度只相当于我国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据考察，布须曼人有一种其他民族所没有的进食习惯，他们非常能吃，也非常能挨饿。探险家们在考察中发现，他们一顿饭能吃好几斤肉、几十个香蕉。
摄取这么多的食物，只能躺着让食物慢慢消化。人类学家认为，这种暴食现象正是为了适应食物经常短缺所造成的一种适应性行为，吃不饱的时候就挨饿，有东西吃的时候就拼命地吃饱，这样就比较容易熬过饥荒。同时，由于自然选择的结果，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身材矮小的人反而因消耗低而容易生存，因而身材矮小的人就得到了选择，而身材较高的人因消耗最大而被自然淘汰。有些科学家主张，小矮人变矮是因为其内在的生理机制所造成的。美国盖莱恩斯维尔大学的梅里米研究布须曼人身体中的一种生长激素，发现这种激素与人类的生长发育关系密切。小矮人血液中这种生长激素只有其他正常人种的2/3。科学家认为，这种生长激素的分泌功能障碍是他们成为小矮人的主要原因。但是，小矮人身体内部的生长激素为什么变少？是种族原因，还是营养原因，还是生存环境造成的结果？目前无法确知。在非洲中央的茂密热带雨林深处，隐藏着一个神秘的侏儒族群——比格米人。他们是非洲中部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数千年来与外界几乎隔绝。迄今为止，他们依旧保持着一种几乎可以称之为原始的生活方式。这里的人平均身高不超过 1.40 米的男性和更矮小的女性，他们有着精瘦的体格、宽阔的鼻翼、较浅的肤色，以及不同于其他非洲族群的卷曲头发。他们的文化传统同样独特，拥有自己的语言，以及一套复杂的社会结构和传统习俗。在探索比格米人身材矮小背后的秘密时，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假设：他们这种特殊的身高可能是对他们所居住的热带雨林环境的一种适应。雨林环境极端严酷，食物资源有限，气候湿热，这样的条件下，较小的身躯可能有助于省力获取食物，有效散热，以及在资源紧张的环境中尽早开始生育，以保证后代的延续。然而，尽管这些理论合情合理，比格米人矮小体型的具体进化过程还是一个谜。研究人员对非洲中东部2个不同部落的比格米人进行了基因比对，结果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2个部落的比格米人虽然体型相似，但他们的遗传概貌却截然不同。这意味着比格米人的身材矮小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对热带雨林环境的特殊适应。这种适应性在他们的基因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也导致了比格米婴儿在2个月便开始长牙，4个月起步行。令人惊叹的是，不到1岁便能够说出约150个单词。这种快速的发展过程，让比格米孩子们在7、8岁时就已经性机能成熟，并在大约10岁的时候就必须离开父母，居住在分开的小茅草屋中，独立生活。长视频制作不易，欢迎点赞、关注、收藏，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